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艾琳。都说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这本来呢是一句用来侮辱男性或者说调侃男性的话。但是前段时间在中国南京发生的一个事件，却让不少网友不禁感叹道：原来男人真的是这样子的，男人真的是在用下半身思考的呀。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又为何会有这样的反应呢？今天我们请来一位新的嘉宾朋友，来一起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然后再深入探讨他揭露了中国社会的什么问题。下面就有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杰杰，来自中国四川。那平时呢就喜欢研究一些心理学，还有一些社会事件。那我的工作呢也会接触到相关的一些案例，所以说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做客 Mandarin Corner， 来和大家分享前段时间在中国发生的南京红姐事件。那首先呢，可不可以请你跟对这个事件还不太了解的观众介绍一下大概发生了什么？就这个事情呢，我们要说到今年的7月4号，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爆出，在中国的南京，一名人称红姐的38岁男子，通过男扮女装的方式，在3年的时间里面，和1600多名男性发生了性关系，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直男。当发现红姐是男的过后呢，他们还继续完成了后续的事情。就大家可能会认为去到红姐那儿的人是一些性资源比较匮乏，或者是长得比较丑，没有经济实力的人，但其实不然。去到红姐的这些人里面呢，有非常多年轻的人，有非常帅气的人，有非常多高收入的公司高管等等。最关键的事情是，红姐把她和这些人的视频都偷偷的拍了下来，在网上进行贩卖。在这些高清视频流出以后呢，引起了社会的轩然大波，并且也影响了这1000多个人后续的生活。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当时你看到这个红姐事件的时候，你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其实真的会很惊奇，因为其实红姐她的那个外表觉得还是比较奇怪的，因为那个头发是刚刚齐肩的，然后呢戴个口罩，然后就只露出一双眼睛，给我的直观感受是比较奇怪的。就像网友给的直观感受也是就是在质疑红姐她的一个长相，长得这么奇怪，穿着这么奇怪的人为什么要，是吧？不是为什么要，是为什么能够吸引到这么多帅哥对吧？就大家很震惊，对对对，是的，是的，觉得毁三观的感觉。是，所以说在网络上呢，大家上的那个就是情绪还是比较的负面的。从难以置信什么，然后到质疑，怎么可能这种事情是吧？然后知道真相，视频流出，看完了过后就是表现出那种厌恶，甚至于鄙视那些男性嘛，是吧？对对。然后非常有意思，就是有一些网友呢，把红姐的那些视频或者转发给了自己的男朋友，然后质问自己男朋友：亲爱的，你看看你会不会去你下得去手不？万一刚好她的男朋友就在上面怎么办？天哪！你别说，真的就是因为有朋友吃瓜就吃到了自己身边的人，甚至于男朋友还有未婚夫。我感觉这个事件真的不只是在中国出名走红，好像在国外我也看到一些英文去讲这个事情的，是不是？对对，刚刚大家听到或看到的是国内网友还是比较的反感嘛，负面，但是国外的网友，特别是东南亚的朋友们，他们感觉就是把红姐当那个神来供奉起来，然后还专门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招桃花神。为什么？因为红姐她长得那么的普通，甚至于丑，但是她依旧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吸引，甚至于睡到那么多优质的男性。哇，简直是心目中的神！希望红姐保佑我也能够通过我普通的外表找到一些帅哥美女。
特别是泰国哈，他把红姐拿出去做什么电招牌呀，把她的照片打印出来，然后甚至于让佛教的高僧去加持她，然后保佑自己，我也能够像红姐一样吃得那么好。那这个红姐其实在做这个事情哈，她已经做了3年之久了，为什么到现在才被爆出来呢？就是之前怎么都没有人发现？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其实传出来，还是因为一个网站或者是一个类型的网站，他们被称为爆料网，就是专门爆一些比方说哪个航空公司的空姐然后出轨呀，什么大学教授又和学生搞到一起那种视频。然后呢，这个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一位和红姐曾经有过那方面的一个网友，然后呢，他在浏览这些网站的时候呢，发现他自己和红姐的那一些视频就在里面。你能理解我感觉吗？刷着刷着，哎，这个空姐好，这个大学教授这个哪个学生又出轨了然后哪个老公妻子又出轨了，好，哎，这个人怎么看这么眼熟我操，是我点进去什么东西，你知道吗？然后所以说他就选择了报警。报警了以后，第2天就上门把他逮捕了。第3天呢，就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将红姐拘留了。不过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就是红姐她是怎么吸引这些男人的呢？她最早的时候就是在3年前，其实她就是在那种约会软件上面开始的，然后把自己的高P 图的一些精修照片又瘦又白，哇，又好看，十级美颜是吗？对，10级美颜加上化妆，虽然说红姐的妆化的不好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照片方式呢，然后呢就给自己立一个人设，我30多岁，我还离了婚，女性离婚过后的就会有一些孤独寂寞，然后把人设立好，慢慢的吸引这些男性。为什么这些男的他会喜欢离婚的女性因为离婚女性很有经验你懂吗？就是大姐姐，知心大姐姐，非常懂得关心人，处事有分寸，不会像小姑娘一样无理取闹你知道？对，就是懂事。这小姑娘还得要你哄是不是？对，大姐姐来哄你。好吧，难怪有那么多年轻帅哥，我懂了。是的。然后我们继续说回到，就是他通过这些约会软件，然后呢，他在抖音火了过后呢，或快手火了过后呢，他通过这些短视频平台就开始发自己的那些短视频你就是中国会有那种擦边视频扭腰的那种你懂吗？对，我有看过。对，是的，就是他就把自己的这些照片视频就发上去了。然后呢，后面他的粉丝量多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开直播间了。你看过吗？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看了回放。我要不跟大家模仿一段就是这样。好，来吧。欢迎张扬哥哥。张扬哥哥今天吃饭了没有人家也在吃你知道吗？那种没眼看我。就是哇，好屌，就是刚好男生喜欢的那个样子，好吗？我现在有点明白了。其实我模仿起来还是有点假但是红姐自身的声音听起来是比较偏向于女生的。那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就是关于你们男人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红姐高 P 的照片嘛，家长化点妆，然后通过那种妩媚的妖娆的声音，对，然后就会让大家觉得这个女生是有点奇怪，但是呢还是个女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吧？我明白。而且这种约会软件它一般都是约炮的，是不是？就是一次性的一夜情这种，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呀，或者说你就追你。对，但是红姐其实不是这样子红姐是采用暗示。红姐先把
先在那个就是约会软件上去配对嘛，聊天配对，聊得比较好，然后你再加我私人的账号，私人账号聊完了过后呢，再邀请你到我直播间里面。直播间里面来了过后呢，给我刷礼物或者给我那个是不是啊？对，互动深入沟通交流过后呢，再通过1对1的聊天的过程中呢，叫做暗示。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空啊？要不要吃个饭？你懂吧？就是那种方式。明白了。然后呢，哎呀，你不用给钱了，我们关系都那么好了，你来我家的话，你给我带一个礼物就可以了，什么都可以。一般带什么礼物？什么水果呀，就是小到这些生活用品，大到有送什么电脑配件啊。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先告诉大家，就是当时红姐被警方抓的时候，警方去到红姐的住处的时候呢，在出租屋的阳台上搜出了47桶没有开封的食用油。哇，这些男的都提油去的。是的，不仅是油，还有各种生活物资。其实我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呢，仅限于他跟1670多名男子上了床，但是好像这个事件中有很多比较惊人的，但同时又有点搞笑的细节，是不是？对，我觉得能够跟大家分享的细节真的挺多的，我挑一些比较重点的跟大家去分享。其实重点就是在于这1600多名的男性，来自于社会的各行各业，而且分布于各个年龄段，有网红，然后有健身圈的大佬，然后还有大学生。除了这些呢，也有一些比方说戴着工地帽子的一些就是农民工也有，然后小到20多岁的小朋友们啊，大到60多岁，就是头发已经白了的那个老年人。年龄跨越真的很大耶。是的，是的，关键是在于红姐吃得好，还有能够吃到外国人的。对，有一个不是说那个来都来了哥吗？好像就是外国人，是不是？是的，是的，是来都来了哥就是一位外国人，而且后面被扒出来，其实他是一位外教。当然也因这个事情而遭到了学校的开除。除了来都来了哥，还有南亚面孔的印度裔的，然后还有中亚面孔的，甚至于还有黑人。因为这些事情嘛，就是网友评论出了10大火爆男嘉宾。看，就是这些上面就是比较出名的人了。你看来都来了哥，他为什么会火？是因为他是外国人吗？其实不是。为什么叫来都来了哥？就是因为他来了过后发现不对，脸上很疑惑，就是这样。就感觉她不像女的是吗？是的，不像女的，怀疑。过了一会儿就爽这种。就是她虽然疑惑，但还是继续了。对，继续了。反正来都来了，那就干脆把这个事情做了，是吗？对，所以说就是这个前后的反差嘛，前面是疑惑，后面是那种爽的那种来都来了吧，释放一下。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比方说那个四季哥，这个老哥他1年来了4次，而且他4次还带着不同的东西来。春天的时候带了新鲜的中国的茶叶，夏天的时候给红姐带西瓜，秋天的时候给红姐带面粉，冬天的时候拿酱油。大家可能会想问，那你怎么知道别人是4个季节来的，不是连续4天来的，是吧？是因为他穿了4季不同的衣服。就是有4个视频。对，有每一个视频4个穿的是不同季节的衣服。对。4季哥说完了过后呢，还有健身哥健身哥，因为身材是最好的。我记得这一个，我好像这个蛮火的，是不是？在网上很多人讨论这个，就是因为他长得又帅，然后一身的肌肉，是不是？而且据说他也去了很多次，是吗？是的，健身哥去了很多次。健身哥呢，就是他和红姐舌吻，你可以想象吗？那种抱着，天了！网上比较火的这位健身哥呢，他其实是一个健身房的教练，然后被学员认出来了。
天哪，哇，我觉得这个太惨了吧？那他不就是在那一行干不下去了吗？所有人都认识他了耶。一开始他自己就是心态已经崩了嘛，就是确实干不下去。但是后面非常吐槽和反转的事情就是，健身哥自己想通了，我黑红也是红，他开视频直播了。还有公司想要签他约他，然后让他下海去拍片，他最后还是忍住了。那除了健身哥这种大家认为的帅哥呢，还有皮衣哥。皮衣哥呢，就是穿着一个皮衣的一个小哥，而且这个小哥其实是已经订婚了的小哥。他那个未婚妻知道吗？他未婚妻不知道，是皮衣哥自己的朋友知道了，然后发着截图来质问皮衣哥，然后当然这个事情肯定就捅穿了嘛，就不欢而散嘛。对，这是肯定的嘛，是吧？所以真的好惨。我们前面不是说对这些人真的生活造成了一个影响吗？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影响，就是结婚约的呀，可能结了婚的应该也离了婚吧。有姐夫哥，为什么叫姐夫哥呢？是因为他老婆的妹妹，就是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了姐夫，哎，姐姐的老公怎么在这个视频上啊？所以说叫姐夫哥，这得多尴尬呀！然后呢？然后他就告诉他姐姐了啊，肯定这个事情告诉姐姐，然后后面就已离婚了呀，这肯定的，后续就是这样子的。除此之外，我猜你应该看过有一位关于油的，就是提了半桶油的那个对，那个好像也很多人，就是很多人说半桶油哥，就是因为他去找红姐，那人家都是什么提一箱牛奶啊，什么一个西瓜，什么这种一整个的，对吧？他提了半桶花生油，网友就觉得不可思议，你要么就不要带礼物嘛，你要么能不能带点像样的，干嘛带半桶？而且红姐还接受了，是不是？对，红姐笑脸盈盈的接受了，你知道吗？我觉得网友非常搞笑哈，就当代网友脑洞很大，就是他说他老婆回家过后发现家里的半桶油没有了，问他的时候他该怎么办？就说我拿去送红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不知道去哪了，被鬼偷了。就是除了这10大男嘉宾嘛评出来的，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点大家不那么常看到的。比方说有一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发现不对，然后发现不对了，给我想走，然后你猜怎么着？红姐提出给钱，说我倒贴行不行？然后呢，他接受了吗？他一开始没接受，但是他做了一个事情叫做讨价还价，就是他说他还还价，500行不行？400600嘛，我要陪你睡一晚600，你知道吗？不是这个怎么可以呢？我估计红姐可能自己也上头了，然后呢，也是红姐自己的菜嘛，就是很喜欢那一款，然后呢就讨价还价嘛，最后成交了，最后做了哈，最后成交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些人，都就很有意思，完全不是，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怎么会这样子？好吧，你接着说。然后呢，还有反转回头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猎奇的。他来的时候就一直没有做，但是呢，他也是发现红姐的异常了，然后呢，他就用手去扯红姐的口罩啊、牵裙子呀这些，然后红姐可能有点不开心嘛，然后就让他走了，就让他赶他走。然后把这个男生赶走过后呢，红姐对着自己偷拍的那个镜头嘛，就像现在这样对着镜头说：“翻车了！如果我跟他说我是男孩子，不知道他会愿不愿意玩，用不用跟他说一下？”然后真的就把他叫回来了。叫回来了过后呢，就是红姐承认了他是男生。好，炸裂的事情就来了。这位男嘉宾他不信，然后就让红姐脱裤子。红姐裸露出了他的特色，然后这位男嘉宾蹲下去帮红姐进行了口交，而且还不止口交了一次。他怎么想的？所以他是不是直男？可能有潜在的成为同性恋的基因吧。除了刚刚回头哥玩的花之外呢，还有一些3P，应该有这个词吧？3人行3P，
就是第一次是单独一个人，后面呢叫上自己的朋友，跟红姐来了一个双飞。啊，就也都是男的。都是男的，而且就看视频而言，其实大多数都不是同性恋，都是直男。你怎么知道他们都是直男呢？是因为就是他对外的性别表态都是女的，大家都会以为他是女性，或者是他吸引的都是一些异性恋。他其实也算犯法了，在中国法律里面叫聚众淫乱。算的吗？这个算，3人以上就算了。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了，你也不好定罪吧？那你要调，除非像他这种偷拍下来还可以调取资料，否则的话，我怎么知道你们3个人在里面是打牌呢，还是在干嘛？那不是去年有个段子吗？3个男人叫了一位陪玩小姐过来，打扑克，打了一晚上。啊，打扑克？对，打引号打扑克。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就是打4人的那个扑克牌。啊，是真的打了扑克是吗？是假的打扑克，他们就有警方抓到他们过后，就说我们4个什么都没做，我们只是把衣服脱了打扑克。哎，这是真实事件吗？这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真实事件。哇，你知道吗？就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我们自己，就中国人啊，都有一种印象，就是中国人在性方面是非常传统的，对吧？对，哇！但是我听完这个事件，我觉得一点都不传统，哎，玩得很花嘛。啊，对，对不对？对，玩得很花。真的就是明面上好像中国在性方面非常传统，好像就是比如说朋友之间也不会去聊这个事情啊，那父母跟小孩也不会去聊这个事情，就感觉避而不谈。但是呢，不说归不说啊，该做还是得做，就这种感觉。是呀，就是所以说红姐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那么多的广泛关注，也是因为如此，就是看到了大家心里的另外一面，就是最真实的那一面，或者说看到社会的另外一面，就是可能以前也没有什么约会软件，但是现在就比如说约炮这个词儿吧，好像也是当代出现的嘛，对不对？是的。以前我觉得我们父母那一代不可能有约炮这个词儿或者是这个概念啊，更不要说去行动。对，但现在大家好像就是把约炮这个词经常挂在嘴边，然后甚至于不会成为厌恶了嘛。男性会攀比或者炫耀曾经谈过多少个女朋友，或者是睡过多少的女人。那所以他这个也可以炫耀，就我还睡过男的呢。对，就是比方说刚刚我们聊到的那位叫回头哥嘛，就是他可能也会成为炫耀，开玩笑，我还操过男的呢。天哪！其实红姐也是如此，红姐的主页标题上面就写的品尝过1000多个各式各样的男人，就是她成为了一种她炫耀的资本。红姐这么乱性，跟这么多男的，而且是进行肛交，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就是会传染疾病的。那这些男的他们都有就是做安全措施吗？就我看到的一些视频而言，好像只有几位外国小哥他们戴了安全套，国内的朋友们几乎都没有戴。而且在后续警方的调查的过程中呢，其实当事人也承认几乎没有用套。哇，他们不怕吗？就是他们都不害怕吗？他们肯定怕，但是有其他东西打消了他们的顾虑。第一个就是红姐其实说红姐有检测过，没有病。然后呢，如果那些当事人他不信任他，那这个信任就会成为一种隔阂。我都已经说了，你干嘛不信我？你不信我，那我不跟你来了。对，这种是吧？因为他们也会害怕，就是说，就黄了这个事情了。是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心态的原因，他们会觉得自己不是去嫖，也就是不是去花钱找小姐或找性服务，就说我们又不是嫖，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约炮，那我何必去防护呢？是吧？这什么逻辑啊？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红姐是比较干净，不爱出去乱搞的女生。就他不知道其他的1600多名的男子的存在啊。是的。那不怕她怀孕吗？就即使不怕疾病的传染？我猜测可能红姐会说我们不射在里面就可以了。因为我好像看到有起码1半多甚至大部分的男性，他其实红姐不让他在里面射精的，
红姐就会特别准备一块毛巾铺在地上，这块毛巾反复使用了很多次，然后呢，都就是让男性射精就是在这儿。红姐她自己知道她在跟这么多人性交，她不担心会被传染什么疾病，因为她也不知道这些来的人是什么个情况，对不对？关于性病的一个传播，如果红姐的肠道，也就是那个下消化道里面没有伤口，那理论上传染的概率会比较小。之所以会传染这些疾病，很大部分是因为本身直肠是有伤口的，然后通过高浓度的精液以及体液这些东西，病毒进行传播。那后面红姐就是被抓了之后，他们有没有去检测红姐是否携带什么性疾病呀？这个检查了，抓进去了过后嘛，他就被要求去检测，检测结果出来呢，他确实是没有的。哦，哇哦！如果是有的话，他会多出一个罪名，叫做恶意传播性病。就是他如果知道自己有，他还不带保护。哦，明白了。是的，当然这1600多名来宾里面呢，确实有一些检测出了性病，有但是不是来源于红姐，是因为那他们也有可能传染给红姐啊。是的，大家这方面的意识好像还蛮弱的，对不对？我感觉大家对于安全套的这个意识还停留在它避孕，就以前那个套不是叫避孕套吗？好像后面才变成了安全套。这个确实是，这个和中国人的普遍的性安全意识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中国人普遍不那么喜欢戴套，为什么？2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核心的原因，戴套会不舒服，就像是穿着鱼去洗澡那种感觉。穿着衣，好，这个比喻还挺就是它恰当。直接肉体的接触，就是那种触觉的接触，简单一点，爽感会减少，刺激感会减少，而且戴安全套会影响男子气概。真男人谁戴套啊？这是一个普遍有这样的吗？有，是在全世界还是在中国？在中国，真男人谁戴套啊？无套性交才爽。它也是一种炫耀的资本，叫做我无套内射了某某女性。我明白了，就是感觉好像我能说服这个女生让我不要戴套。是的，反正你怀孕是你的问题，对不对？又不会影响到我。我觉得这些男生是非常的不负责任的，除了对他们自己不负责任，对他们的现有的伴侣或者是未来可能会有的伴侣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在这种就是无套进行性交跟陌生人之后，假设他真的被传染了什么样的疾病，他再带回去，不就把他妻子传染了吗？不就把他们的女朋友传染了吗？所以我觉得对他们的另一半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是的，是的。那下面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这么多男生会去约炮，然后呢，为什么他们去到了红姐那里，发现了他是男生，作为直男的他们竟然还会继续。第一个要给大家去分析到或讲到的方面叫做长期的性压抑导致的欲望爆发。为什么会有性压抑呢？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压力，自我给予的压力太大了，包括社会给予男性的压力也很大。你一个男性，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啊，你不应该表现出你的软弱，你不应该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包括性。你应该去赚钱，你应该去成就一番事业，你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利。这些社会的规训导致了普遍男性出现的性压抑。当然呢，刚刚性压抑说到过后，就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个爆发口嘛，就像火山一样，要积压太久了，一次性喷发起来的体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有一部分人呢，去到红姐那儿，就是这种火山喷发已经战胜了道德的底线。那比方说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会发生这种情况呢？第一个就是没有固定亲密的伴侣，然后第二个呢是不和谐甚至于无性婚姻。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姐夫哥，应该都是跟夫妻性生活不和谐有一定的关系。第三个人群呢，就是长期重复没有新鲜感的人群，就是让
我跟我的爱人在一起5年了哈，我做爱只跟他一个人做，我想换换新口味。然后同一个姿势是吧？对，大家又不互相学习，又不互相交流，每天都是一个姿势。我吃东西吃的太甜了，我总想吃点辣的吧，换个口味啊，明白了。好，那我们先回到就第一个啊，就比如说你刚刚讲，很多男性可能是因为没有长期的固定伴侣，也就是说没有女朋友，那他们为什么就是没有女朋友？是找不到吗？还是不想找？我觉得不想找应该会占比较大的部分。不想找占比较大吗？是吗？我以为是找不到，因为我们之前做了很多期节目，就是关于剩男呀，关于现在的中国男生很难找到结婚对象一个是可能说男多女少啊，那本身这个女孩子的数量就少；另外一个呢，女生对于男性的这个要求也慢慢在增加，在提高。对，在提高。所以呢，就很多男生他是没有办法满足女性的这个期待跟要求的，所以呢，就变成被挑剩下的。是，就是因为长期近些年的一个情况，所以导致了这群00后也好，或者是90后也好，他们不愿意去找了。知道女性要求高，知道女性对要钱，那我何必去贴呢？而且很多男生可能也会觉得说，要找女朋友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你要去追的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你必定要做一些事情去讨好他。然后呢，你要是讨好的不对呢，人家还不一定喜欢你，所以这个过程就非常长。那你要从看上他追到得到手可以跟他有性行为，这个时间太长了，等不了，是不是？是的，投入的精力时间成本会很大，就成本太高，收入太低。对，收益太低，就是收益太低。对，那个就做生意的感觉嘛。哎，我去。是的。而红姐这边又是免费的，提一箱子牛奶20-30块钱就好了。对啊，不仅如此，它还能给我到心灵的慰藉这也是我们后面要说到的一个方向。好，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没有稳定的这个女朋友伴侣，那第二个就是说已婚的其实也是在经历着无性婚姻，这种你觉得在中国普遍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更倾向于前面不和谐。我们展开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不和谐吧。第一个是欲望的不和谐，在生物学共识里面呢，男性的欲望其实要比女性更强。简单一点，就是男生每隔2天想要一次，女性每隔1个星期5天才想要一次。那男性怎么办呢？是吧？而且女性还有月经这个生理期然后如果说已婚的话，怀了孕对，是的，就是除了说欲望方面的东西，还有那个第二个不和谐是在于荷尔蒙的分泌的不和谐。什么意思呢？男性普遍的一种高潮时间普遍是在10秒到20秒之间，就比较短，但女性的高潮普遍会持续30秒到1分钟，就相当于说女性都还在高潮的过程中，男性高潮完了过后，很多的夫妻之间就会比如说就拔掉无情，就是做爱前淫成魔，就是那个色心欲望起来，荷尔蒙分泌上头，然后做完过后呢，冷漠的像什么一样，然后以至于很多女性都去搜一个问题，叫做男生跟我做爱过后跑去一个人抽烟，他是不是不爱我真的吗？就有这样的，就是有人会这样搜是吗？对，有人这样搜，而且也会有很多女性会有这样的顾虑，就是我男朋友为什么一做完爱过后，我都还在高潮的那个延缓期，男性马上完了过后就去洗澡去抽烟了，他就离开我了。就是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了夫妻之间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间不和谐。第三个不和谐其实是来源于观念上面的不和谐。在中国谈性色变这个话题已经是中国老生常谈的了，就是一谈到性，对，就大家不要，都很羞耻。对，所以说就是夫妻之间本身性和谐这个话题是要去找彼此的和谐处，而不是说就是不愿意聊回避，然后做完过后完事儿。这也导致了就长期积累的这种就比如说你的伴侣长期积累下来这种不开心，也会就是间接的导致你们俩的夫妻关系变得不好。是的，除了刚刚说的性压抑、性爆发，还有
一个点，也就是红姐为什么能够得手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情感需求。就像刚刚我们也有在其中去聊到了，当代男性是非常非常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他们得不到伴侣或身边人的那种认可。然后红姐呢，她就懂得一定的技巧，从前期的聊天的铺垫，然后呢到赞美、关心、陪伴，然后制造亲密，这些过程红姐都是一步一步渐进的。这些东西其实就给了这些男性一种非常久违的存在感。存在感，对。后续一位男士在警察调查过程中，他说，他跟他老婆10年了，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夸赞，但在红姐这儿，不到1个小时得到了3次夸赞，你好棒！哇，就是真的。所以男的其实也挺需要女性去夸他的，是不是？对对，因为男性的内心脆弱很少被社会看到，甚至于另一半看到，然后有红姐这样的一个人出现过后呢，他也会觉得哇，我原来是有人要的，我原来也是值得被喜欢的，原来我也可以不靠钱就得到女人的温柔。对，就这就跟去嫖还不一样。对，完全不一样。总结而言，红姐这里不仅能提供性服务，对，同时呢还提供赞美服务，所以红姐才能够在3年。你有没有去数过，1年是365天吗？3年是多少天？算一下，1100多天不到，1090多天。那平均1天都有1个半嘞。是的。那他是每天都有男生来找他耶，好忙啊。其实这样子算下来是这样子的，就是毕竟红姐也很辛苦嘛，就是365天全年无休节，好敬业啊。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些男性会去找红姐了，就是因为有欲望，有这个希望被夸，但是他们都是一直以为红姐是女的，是吧？那么对，疑问就来了，有一些男的他其实是在这个来找红姐之后是有质疑的，甚至是有发现他是男的，但是他们还继续了。这个就是很多网友不理解的。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去找他，但是我很难理解他为什么发现了之后不走。有非常非常多的层面，我们从最重要的几个点去跟大家进行解读和回答。好。第一个，也就是最重要的，叫做沉没成本，它是一个心理学的词语，大家用俗话说就是来都来了，我钱都花了，我前期的情感也培养了，我跟他进行了交流，是吧？我去的时候还带了礼物，是吧？茶呀、面粉，还坐着车跑得老远来，这投入了越多，然后就越难回头。其实这个类比就很像大家喜欢去赌博的一些人，总想再赌一把进行翻本。就是我前面已经输了100万了，希望赢再多，输了希望翻本。真的是的，赌徒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甚至于当男生有犹豫的时候呢，红姐也会轻声反问一句：礼物都带了，不想试试新体验吗？就是他会通过这样的暗示去打消，而且他好像一直都是非常的不带攻击性的，是不是？就让大家都觉得很舒服，即使他在说服你，也是那种轻声细语的，是吗？是的，对。然后第二个呢，确实还是跟刚刚我们第一次说到的男性的那个上头有关系，男性的那个欲望上头了，我荷尔蒙分泌已经分泌到了一个，就是来红姐这里，我就是带着这个目的的，我可能这个就欲火焚烧了已经。对，就所以说很搞笑的一个事情哈，就是，当红姐就是让他去洗一洗嘛，洗了洗出来以后，脱掉裤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多数的男性其实是处于半勃起状态了。就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理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了，是吧？没错，对。所以说，就当这个欲望上来的时候呢，就肯定不嫌弃了。而且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关了灯都一个样”，就是你再那么不好看，再那么不符合她自身审美的女性，
关了灯过后黑漆漆的过程中，我就只能够通过触感去完成。那当然呢，红姐是不允许关灯嘛，因为她要偷拍。那这些男性采用的方式就是闭眼，我把眼睛一闭啊，有人帮我啊然后插入也好，或者是有人口交也好，就是能够去释放出来，那就可以了。这是第二个精虫上脑。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是在于会有一些自我欺骗嘛，他会觉得不对劲儿，就是知道不对劲儿，但是呢，猎奇的心理，哪怕不对，哪怕他是个男的，我也可以尝试一下。这种猎奇心理是导致了很多的男性继续的也是一个原因，就是那个猎奇的心理其实是已经占据了道德感，甚至于还可以打破道德感，就打破底线。而且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些视频会流出来，如果没有流出来的话，是的其实就也还好，那只不过是一次性的行为，对不对？是的呀，试一试又何妨？那我想问你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大部分都没有发现他是男的吗？我认为其实是大部分都发现了，但是呢，产生怀疑值达到最高的点，应该是在完事儿以后，就是射精过后，他才会进入到一个极度理性的一个过程去分析。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不会的。怎么可能不会发现不了？那男女的生理结构就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抚摸的吗？就是触感也不一样啊，这个。对，非常有意思的是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当然我不鼓励哈，就是因为身体结构的原因，其实男性的肛门，也就是那个插入感受，比女性的要更舒服，因为更紧一点是吗？对，因为男性肛门是有括约肌的，然后呢，所以说就红姐可能也会去用这些方式去聊到你试一下嘛，可能更爽这种方式。然后第四个原因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也是大家在网络上看不到的一个事情。其实红姐是有私域的，也就是有自己的社群。她不是通过自己的视频贩卖嘛，有一系列的专属群，有一个类型的群，它是专门去贩卖和售卖她的视频。他是这样子卖的，但是这样卖他不会就是被抓吗？他没有被发现吗？就是应该不是在国内的那个媒体上面。对，它不是在国内发布的，它通过国外的一些平台或者网站来进行售卖。他卖的贵吗？就这个。警方给出来的数据呢是3年时间赚了50万，那也不算很多是吗？对，不算很多。然后红姐呢，大多数是采用的是订阅制，就像最近今年很火的 OnlyFace 一样。知道了，就按月收费这种。是的，订阅制。对，那还有一部分非常有意思，就是红姐本身自己也有一个群聊，就是专门长期固定做的那批人啊，就像那个四季哥跟健身哥是吗？是的，四季哥、健身哥他都在里边。那这也是一种心理，就是一种群体的催眠效应的心理。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行？哪个公司的高管他也玩，那我为什么不能玩？就是他会就是觉得安全了，就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你不会觉得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没错。而且还有一种身份认同，他比方说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农民工，哇，那些高管也好，那些社会精英人士，他们也在跟红姐玩，那我跟红姐玩了，我是不是也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群体，被认可了？对，他们都在一个群里面，明白了，是的，就是群体催眠。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心理学的常识叫做门槛效应，就是当你跨过这道门过后，你就走不出去了。而且我们看所有红姐的视频，她进门过后，红姐的第一个动作都是去把拖鞋拿给她穿，拿给她穿上了过后，就让她觉得马上到家的感觉，很舒服啊，你就可以就 relax 放松下来。是的，如果我们去一个陌生人家里，一旦换上拖鞋过后，你就很难离开了，因为你会去思考，我要走了，我是不是还要去把鞋换回来？我是不是还要把衣服穿上？我是不是还要去做很多的那些繁复杂的事情？我就懒得走了，我觉得，哎呀，算了吧。
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危险的事情，就是马上你要跑的事情，对吧？跑的话我可以穿着拖鞋就跑，它也没有什么危险。对，没错没错。我一开始啊，就是会觉得这些男的真的是没有办法说他们了，来了发现了是男的，竟然都不走，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相信，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听你分析完，好像明白了，就是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走了。是的，就红姐的留人技巧还是非常厉害的。红姐感觉红姐应该是读过心理学的。对。那最后呢，我想大家也可能会好奇啊，就这个红姐被抓起来之后怎么样了？可以跟大家讲一讲现在红姐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就是之前说到了，我们红姐7月5号被拘留过后呢，红姐涉嫌偷拍视频在网上售卖的获利，这50万元是已经被罚没了。然后3天以后呢就出来了，只是说现在全网对他进行了封禁，就是不允许他直播，不允许用国内的这种社交账号以及约会软件了。但是呢，他还活跃在外网上面，也有自己的这样的私人群，然后还在聊天，还在发表观点。那他还在就是吸引新的男生吗？其实红姐还在吸引新的男生，但是第一几乎没有拍视频啦。然后第二呢，就是拍了视频，也就是免费传播啦，我不牟利啦。但是那些人会让他拍吗？就这些男的还会让他拍啊？有一部分人想被拍，有一部分人没有被拍，但是视频后续呢就几乎没有怎么流出了。对，就免费服务了现在。你情我愿，免费服务。好的啊，希望这些榜上有名的、有照片的这些男士们，都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洁身自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如果真的非要去约炮不可的话，那也请安全作业，就对自己负责，也对你身边的伴侣负责。好的，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俊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事件以及他的观点。那么对于红姐这个事件呢，你们作为观众的话有没有什么想法？那顺便开一个小玩笑啊，就假设你们是男的话，你们在没有这个伴侣的时候，或者说自己这个性欲望很强烈的时候，你们会看得上红姐吗？或者说你们去了之后以为她是女的，然后最后发现她是男的，你们会继续下去吗？还是扭头就走？我也很希望听一下你们的答案。俊杰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儿，就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你的想法。好的，好，谢谢，拜拜，拜拜。